你说他，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对焦。后来就抑郁了，那会儿就是天天在家哭，就每天哭，然后特生气。失业的时候，我一定要点披萨和炸，就这种垃圾食品配合着我。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妍妍，我是 Gloria。今天我们这期视频给大家录一个 Get Ready with Us。对吧？不是 Get Ready with Me。对，我们一会儿要去逛街，顺便呢给大家走心的聊一聊我们之前在这边留学遇到过一些让我们心里觉得很困难，就是很难克服的坎儿，我们是怎么克服他们的？大家千万不要以这个作为美妆视频来观看。对，好了，我们开始吧。你说他，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对焦。算了，人家是怎么对焦的？印象最深刻的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然后我一边说话一边化妆。回到正题，我刚来的时候，一个班的高中的同学，好多都来了多伦多去上学，不会觉得就是完全是你一个人。然后你在笑什么？Get ready with me， 自己化妆自己聊，人家同事聊自己化妆。聊天还在打配合的，你先说嘛。然后一个班的同学出国，对，天哪，好难啊！一个班的同学出国，因为我们都是旧朋友，是刚开始都混在一起。我连住宿舍都是跟我的高中的一个同班同学。但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大家都有自己的新的生活圈子了以后，然后后来其实我觉得有一阵儿是挺孤单的，原来的朋友联系也不那么多了，但是新朋友因为也没有一个班，大家上课都很忙，就会觉得很孤单，然后有一阵儿就养成了一点暴饮暴食的，也不是暴饮暴食，就是我所有的事情都要拖到深夜去做，然后深夜的时候我一定要点披萨和炸，就这种垃圾食品配合着我，我要一边吃着，然后我一边才写作业或者复习什么的，但是效率还特别低，就有挺长的一阵儿。但是后来是什么警醒了我呢？就是这么吃实在是太胖了。我从来没有在脸上遮瑕遮这么久过。我要换下一个步骤了。当时呢，我对出国并没有概念，也对我的人生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对我出国真的是面临了好多的事情，一个是突然出国的这种转变，还有一个就是我原本不是一直跳舞嘛，然后跳舞的时候呢，是我妈妈一直在控制我的体重，就是不让我吃饭，所以我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我都是在听我妈妈的话，就很听话的一个孩子。等我出国之后，就没有人去控制我吃东西了，我一个压力又大，再加上突然跳了10几年的舞，然后突然不跳了，然后我的体重就大概那一年时候暴增了20斤，所以那时候就心态更炸了。对，这感觉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那时候也是夜里吃完了，你会觉得好罪恶呀，为什么要这样？好烦啊！一烦就又想吃，就永远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对，所以你后来是怎么 overcome 这个事情的？除了你觉得不能再胖下去的？后来其实有的时候就上学下学，跟朋友出去也不太多，感觉有一点过于自闭在家了。后来就是慢慢的觉得还是应该多约约，不管是新的朋友还是旧的朋友，就是我觉得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越在家里一个人待着越会胡思乱想，越会胡思乱想，你就永远走不出你这个不开心的一个循环。然后当你出去，你听听别人分享人家的故事，或者就吃饭大家随便聊聊天，都会让你心情好一点。我当时就是我没有 overcome 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因为我本来就不是那种说特别爱交朋友的人。后来我就是憋到抑郁了呀。刚出国的第一年我后来就抑郁了，那会儿就是天天在家哭，就每天哭，然后特生气，生气自己，然后也对我的家人感到很生气，因为我那时候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但是我家里人还一直在逼我。那你当时有人可以说吗？这件事情就没有啊，也没有人可以说。就是因为抑郁这个事情，然后就生病了，因为你心情上、情绪上的问题，然后引发了你身体上的疾病。就我那时候每天就是腰、后背啊、脖子什么的就疼，然后又暴食。就你像咱们现在还能咔咔咔跳舞，我那时候就每天坐在那儿都在冒虚汗，就身体很虚，然后也走不了太远的路，一走就一直在喘。然后后来我就回国了，因为我回国休养了1年。我做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决定，是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就离开温哥华，我去维多利亚了。我班上的有一个同学，他的亲戚是心理医生，后来我就在跟着那个心理医生在调节啊什么的，就前前后后大概有4、5年吧。当然不是说一直在找他，就是觉得自己情绪不太好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去跟他聊一聊，然后就慢慢就好了。其实之前我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我跟大部分人一样，了解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可能是因为我父母之前对我说过什么，然后我在最早期的记忆里面就留下一些不太好的信念，我就会去指责我的父母，说这些都是你们的错。前2天我的心理医生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觉得很有感触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对爱的理解太狭隘了，就甚至可能现在让你说你觉得父母爱你应该是什么样的表现，你所能说出来的这些也是非常狭隘的。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可能就是不理解
我父母对我的爱是什么样，然后我抱着这个信念再去看他们做的事情，我发现就那没有什么特别必要去怪他们的事情了。对，我觉得不能一直在循环，能清楚的认识到自己，就是你说你抑郁了，去寻求帮助，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对，所以就是想跟大家说，如果你的情绪不好，你不要害怕，及时的想到一个自救的方法。如果大家有烦恼的时候，倾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我原来做的就很不好，我觉得可以去考虑一下心理医生。对对对，就你不要把心理医生当成一个他就要治疗你什么的，你就可以当着他的面去倾诉，去哭一场，好好的就是去把你的那些负面的情绪把它倒出来，你就会好很多。哪怕是别人好意建议你最近情绪不好或者起伏太大，你可以去看心理医生，不要觉得说他是不是觉得我神经病。对，就挺多人还是抱有这个想法的，就其实 open 一下你的心。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深夜徐老师，他就是说他之前与那个抑郁症对抗的3年，他是在国内吃了一些精神类的那种药物什么的。虽然我个人并不推崇就是用精神类的药物去控制，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是可以的。一定要在你感觉到自己有一些危险的想法的时候，及时的找到办法自救，不要放弃自己。就是为什么我们当不了美妆博主，连眼线都不会画的人，没有资格当美妆博主。大家如果真的认真的看着我们化妆，就会发现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画眼线这一步，技术上不允许。总有一些东西在拦着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最近很喜欢这个颜色，就橘橘的，好看，就是感觉挺活泼的，看起来很开心的颜色。我好给大家推荐这个 CDP 的这个散粉啊，你给你用一下，它是我用过的最细致的一个散粉。就是真的特别细，特别细，你待一会儿，然后把它铺掉。这都看不出来，对，但是是铺过的，是铺过的。这是我用过最好用的一个散粉。布达 Beauty 吗？是这么念吗？可能布达 Beauty 的这个叫 Icon 的这个哑光色。是吗？是哑光吗？在屏幕上打出来，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们一声。我真的想说，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色号就是让我感觉很酷，很有气场。可以了，烦，我们再去化个妆。不是化我对不起，疯掉了。我们再去换个衣服。好啦，我们现在换好了衣服，去开开心心的逛街，给自己增添一些新的衣服啦。如果真的有情绪不好，需要寻求什么帮助啊，或者实在没有人倾诉的话，也可以发邮件给我们嘛，对吧？可以，或者在底下留言啊什么的。总之要找一个发泄或者倾诉去消化的渠道。好了，这期视频就这样啦。如果喜欢我们视频和频道的话，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分享、评论、点赞、比心。我们下期再见，拜拜。